今天我们要介绍磨刀石的是拿尼瓦虾牌的磨刀石。在磨的时候呢，就是把它放上来，它原厂的设定是这样子，就是它有这个通气孔，厚薄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们两个是一样的石头。钢岩系列它有个很不错的地方，就是它都不需要泡水，然后我必须说它的手感是柔顺的手感它这个摩擦力跟钢岩灰就完全不一样了。它这个3000的手感有点像刃之黑木，是滑的刃之黑木的手感。我觉得钢岩灰它的自清能力可能会有一点点问题。前面都还是刚刚钢岩灰磨的部分，这一段就是钢岩新磨的地方。磨料把刀子上面的金属给削下来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造成说它磨出来的感觉不一样。那但效率上面也是不一样的。嗨，大家好，我是 Kevin， 欢迎来到火星主厨回归之旅。今天我们又来讲磨刀石。今天我们要介绍磨刀石的是拿尼瓦虾牌的磨刀石。虾牌磨刀石，其实蛮多人在推荐的啦。那虾牌也算是很老的牌子。其实，在接触虾牌磨刀石的时候，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应该说它的品项非常的多。然后从比较稍微平价一点到，我现在看到非常贵的人造底石、钻石底石，它都有。对，所以虾牌的产品涉猎其实非常广。之后如果有机会其实我蛮想要介绍那个虾牌的钻石底石的，所以它非常的有趣。我自己磨过之后，我觉得磨感非常有趣。我今天要介绍是比较适合一般人去使用，然后可能稍微高阶一点点，比较算是职人也可以使用的人造底石。第一个呢就是这个钢岩灰。钢岩灰的话呢，我觉得它定位是在刚进入业务用的磨刀石，就是你开始想要比较认真的磨刀了，要磨 VG10以上的材质的时候呢，我就会推荐说你可以试试看用钢岩灰，这颗是系数1000的。另外一款呢就是钢岩芯。钢岩芯的话呢，它就算是比较厉害一点的磨刀石，它跟钢岩灰其实有一点价差，它削切力会比钢岩灰还要好一些。毕竟呢，它是旧级底石的一个比较薄、比较小的版本。再来就是这个 SS 旧级底石，这块就是虾牌的超陶瓷底石。钢岩芯呢，就是这个超级陶瓷底石 SS 系列的小的薄的版本。包装是像这样子的，然后后面有说明，就是怎么样去使用这些磨刀石的说明啦，可以磨怎么样的刀具这样子。然后它有附一个盒子，是一个塑胶盒，底下有通气孔，就等于说你的收纳就是在这个盒子里面就可以了。也许我把它打开来。它的磨刀石呢也是有包一个泡泡纸、气泡纸，然后钢岩灰看它就很薄一块。非常薄一块，这个是系数1000的，然后它是蛮贴心的，有把这个系数写在旁边，虽然写得很小啦，写得超小的，它就很轻薄的一块。在磨的时候呢，就是把它放上来，它原厂的设定是这样子磨。只是我觉得目前看起来就是像是会动，对不对？对，它的这个多少是会动一点。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可以在这边加一些那个。就是软垫，让它可以不要这么的晃，对，应该是可以做一些防滑的东西在上面，对，不然磨的时候可能会有点滑，或是垫一块布啦，垫一块布还是不太 OK 啊，对，我老实说，不过如果说不是磨得很用力的话，其实也还是会动，就你只能朝一个方向去施力。对，你必须要完全朝一个方向去施力，它才不会这样动。觉得这个收纳很不错，就是它有这个通气孔。对，通气孔的部分的话，可以让它底石不要发霉。你没有看过发霉长毛的底石的？我看过不少。那接下来我介绍这一颗钢岩芯的1000，然后一样就是后面都是一样的，有写使用方式啊这些的，质感钢岩芯的。因为它这个就没有加那个泡泡纸了，只有加一个这个塑胶垫片，没有泡泡纸。然后颜色是这种绿色的，然后上面也有写它是1000的，然后用这个去挡住它。然后说明书有个说明书，类似保证书的感觉吧。然后它是不是比刚刚那个钢岩灰稍微厚一点点？盒子是一样的，用力的话它是会动的。对，它一样是会动的，所以就看你个人要怎么去使用它。那可以垫一个就是那个防滑垫啊，垫一个止滑垫再去磨它，可能就可以改善这个问题。可是这个
盒子的意义就不大了。我觉得，我一直都觉得很想要讨论钢岩芯跟钢岩灰有什么不一样。那我们可以看到它两个薄度、厚薄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可以很明显看到钢岩芯是比钢岩灰厚一点，可以感受到它的粗度是不太一样的。摸起来的话，你用手去感觉就可以感觉到它摸起来是不太一样的东西。接下来介绍这个是旧级底石 SS 系列，虽然它跟钢岩芯应该是同样的材质，可是呢，它比钢岩芯贵很多。那贵在哪里呢？打开来看你就会知道。它这边它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包装啊，这完全就是一个业务用的感觉。然后这边有附一块它的一个修正用的底石，这个修正底石呢就跟它就是差不多宽的一个状况，可以这样子去磨它。然后拿起来看，它就附一个台子，就重很多，真的重很多，可以拿来压泡菜的。它上面有写说这块石头其实不要泡水，不要泡水太久，不然石头容易坏掉。这边有写它的系数。所以除非你磨超过这边啊，不然系数都还是看得到的。这块跟这块基本上是一样的，对，它们两个是一样的石头，颜色看起来有点不一样的。哦，翻过来就一样了，翻过来就是看起来就是一样的石头，两块的厚度就差很多。这块是钢岩芯，这块是 SS 系列，所以这个是比较像是业务用的东西啊。为什么业务用的会比较厚呢？当然就是因为业务用的耗损比较大一点，所以一般来说我们都会希望业务用的石头就会想要厚一点啦，可以用久一点。对，因为一样是你用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它就不能用了，它就比较容易裂掉。当你越厚的时候呢，它对长期使用量大人就会比较划算一点点。这个是他们3000的系列，那我们一样稍微打开来看，我觉得它这个贴纸我是蛮喜欢的，金金的，完全就是一个俗到不行，可是我喜欢金金的。哎呦，好难开哦，为什么？它是这个颜色的，对，一样超级薄。然后钢岩芯的呢，一样就是这样子，然后是个3000的，3000的摸起来好奇怪，摸起来有个妙感。那基本上都是一样啊，就是旁边一样有写它的系数在这边。然后旧级底呢，旧级底有什么不一样？旧级底就是跟这个是一样的石头啦，对，这两块基本上就是一样的石头啊，一样有附这一块一模一样的，对，没有分粗细，一模一样的修正底石，一样很厚，超厚超重。对，然后附台子。目前看起来，我是觉得这个台子有点尴尬，因为我不喜欢用台子，我喜欢可以自己去调整、自己去垫的台子，所以这台子对我来说会有点鸡肋。我到时候用用看呐，不知道，搞不好用起来我很喜欢。那我们现在先来磨磨看这个钢岩灰1000的，它磨起来手感是怎么样？钢岩灰1000，好，其实都拆开来了，再把它套回去，夹。对，然后拿起来，其实这样是拿不起来的，拿不起来，要倒出来才行。也好啦，它们就不会掉了。钢岩系列它有个很不错的地方，就是它都不需要泡水。对，如果你今天是懒人的话，这块石头是不需要泡水，不管是钢岩芯、钢岩灰，或是这个 SS 的超级底石，它都是不需要泡水的。对，它也告诉你说不要泡太久，如果你真的要泡的话，大概泡个1分钟就请拿起来。对啊。泡水这件事情有时候是蛮麻烦的，那我们就撒一点水在上面。他说是撒一点水在上面就好。我今天又来帮我爸磨刀了，对我这把介绍型的，已经被他不知道玩到什么程度。他很认真磨，他很认真的磨刀，然后把它磨成这个样子，我都无言了。他很认真在磨它，对他比我还要认真磨刀，还要常磨刀，把它磨到这样花花的，超级花。好了，没关系啊，帮他磨一下。这把是 VG10的材质啊，我们看它的手感怎么样？看它的铁屑出来的非常的快，可是我现在有点担心它的自清能力啊。然后我必须说它的手感是柔顺的手感，就是你看磨的时候会稍微石头会有点电动，可是不是很严重啦，因为也不需要磨得很用力嘛，石头会有一点点动。哎，不行，我不喜欢会动的状况，所以我还是把它垫一下好了。我把石头锁上来，撒一点水上去。刚刚有点担心它的自清能力，不过现在看起来，好像也还好，应该是 OK 的啦。
我把刀子洗一下看看，其实是有磨到，对，你看都已经开始变色，光亮度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他去把那个尖角削下来的能力也是还可以，也是效率已经算是 OK 了。再来就是他的自清能力这件事情，其实这样子剥掉，也都还好。对，如果说再拿一块修正底石来磨一下，其实也都还可以。然后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一块不太出浆的石头。对，它不太出浆，是有，可是没有很出浆。可以看到它现在其实这块石头的颜色比较多。对，你看这个灰色的部分，应该是我的修正石的颜色，就是不需要泡水陶瓷底石的一个比较常见的状况。然后我觉得它手感是柔顺的，它不是像那个刃黑这样子超级滑。我觉得效率应该是比那个 New Syrax 系列还要好一点，可是有好很多吗？我觉得也还好。那我们现在试试看钢眼芯的部分，泼水就好，一样是不用泡水的。其实它好像会有点会吸水耶，要这样看起来，像有一点是会吸水的。然后我们刚刚这边有一个小缺角。我们看能不能很快的把它磨掉。哦，它这个摩擦力跟钢眼灰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摩擦力有点惊人，很快。对，这个真的很快，刚刚的铁屑出来的非常的快。但铁屑其实磨出来的非常的快，但这个效率很高。这个要小心一点用，我觉得钢眼芯的话。那钢眼芯它是标榜可以磨轻质钢啊、粉末钢这些高硬度钢材的一个磨刀石，所以它削切力的确是会比钢眼灰要好很多。对，它削切力会好非常的多，所以对于 VG 石来说，它的磨刀效率非常非常的高。我觉得这个磨刀效率有点不错，对，这个磨刀效率蛮不错的。是我觉得它磨出来的粗细度似乎。这样看不准啊，可是好像亮度是不太一样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要多磨几下。这个问题其实蛮有趣的，因为就之前有一部影片，有一部中国人拍的影片，他就说，其实高效率的磨刀石，它的系数是没有它标榜的那么细的，都会稍微再粗一点。其实就是磨料不一样，磨出来的细致度会不一样。现在看起来的确是有这个可能，因为同样是拿尼瓦的品牌。对，我刚刚应该没有拿错吧？我刚刚看这块的确就是1000的，对，它也是写1000的，所以不是这个问题啊。抛光度感觉上是有不同的，可是效率当然也是差很多。然后我觉得它手感其实也还不错，就是不会是很滑，蛮粗糙的，那硬度也不会很硬，其实手感蛮不错的。好，那既然发现有这个状况，那我们就来试一下。这把刀的刀面被我磨的其实蛮宽的，是蛮长的刺刃。我们把这把刀的这一面，我全部都先用钢眼灰磨一次，然后再用钢眼芯来磨，对，磨中间一段，然后看出它到底差别有多大。然后钢眼灰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啊，因为我刚刚有拿它来磨刀尖，所以它这边就变得被我有点磕到了，磕进去的感觉，所以它算是一个比较相对软的石头。比起钢眼线的话，它其实相对来说有点软。然后这一把都先磨过吧。现在都是用1000的来磨啊。这是钢眼灰的抛光度，1000的部分的抛光度。1000的它的抛光度，它有微微的细痕。好，那我们现在换钢眼芯，然后我只磨中间这一段。哦，变雾的这一段就整个直接变雾的，从这边开始，这一段整个变雾的。我们再用钢眼灰回来磨磨看，看又变亮了，这一段又整个变亮的了。
我们也来顺便测试看看钢岩新的3000跟钢岩灰的3000会不会看起来有差别。这一块钢岩灰3000的，那一样我整把膜，既然知道它可能会是什么状况的话，我觉得钢岩灰它的自清能力可能会有一点点问题。对，它虽然磨得很细致，可是它的自清能力目前看起来没有很好。就是你看它这个会在上面，然后就要稍微搓一下，它才会掉。这样的确磨到后来会比较没力，那就要用修正石修一修，然后洗一下，不然修正石的粒子会在上面。它的3000磨起来的感觉非常的厉害，对，跟6000的感觉很接近的。接下来就有看到一个问题，就是钢岩灰我们可以看到它比较薄，所以如果当我要上这种架子的时候啊，它会有点太薄了。然后如果它再耗损一点点的话呢，其实它会低于这个架子，变成说是不是很好磨。变成说到时候你就真的是要用这种比它还要低很多的架子去使用它，或是你就是要拿止滑垫架在这种地方，然后用止滑垫去处理它，只能垫下面的止滑垫这样子。它自清的状况的确没有那么好，对，这是事实啊，的确是没有那么好。我觉得它3000磨出来的很细，真的很细。3000的确磨出来是很细致的。各方面来说都是细致的。然后我们再一样用钢岩芯力试试看，是不是一样会比较粗呢？一样是磨这一面。那这个3000的手感有点像认知黑木钢岩芯的这个3000是滑的。认知黑木的手感，竟然是认知黑木的手感。好啦，我这样看就知道中间那一圈被磨花了。我这样看，就是可以看到是磨花的，前面都还是刚刚钢岩灰磨的部分，这一段就是钢岩芯磨的地方，花的交界处非常明显，所以它就是各个系数都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我觉得这样其实可以去搭配，因为像譬如钢岩芯它磨的效率会比较好，所以你可以买一颗就是1000的，或是更低系数的来当做荒底。其实我觉得它1000的那个磨刀效率几乎可以当荒底来使用了，其实蛮快的。再来就是用一个可能3000的钢岩灰来搭配它，因为它两个磨出来其实状况差蛮多，就是可能是磨料的关系，所以它状况其实是差蛮多的。钢岩灰的确磨出来是比较光亮的，然后钢岩芯它是磨刀效率很好，可是看起来会比较雾。那这跟它的磨刀的里面的系数，我觉得不是那个关系，而是我觉得是磨料的关系。磨料把刀子上面的金属给削下来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造成说它磨出来感觉不一样。那但效率上面也是不一样的。那就是看你需要效率还是要磨的光滑，它的光滑度跟它小锯齿的细腻度应该也是会有关系的。可是你要想说你必须要磨的是什么刀子 ，VG 10的刀子应该没问题，一个钢岩灰就可以解决了。那除非你今天真的是不是很想要花那么多时间，希望效率高一点的话，因为我刚刚磨起来其实那个缺角啊。对，用钢岩灰来磨，其实要花蛮多时间的。虽然钢岩灰这样，可是它其实磨到效率已经还不错。它大概是比那个莫广的 Newserex 还要再好一点点，再效率再高一点点。如果说 VG 10都会有差异的话啦，如果你今天磨的是一把粉末钢刀呢，粉末钢的刀你就会有很大的问题，你就没有办法用钢岩灰好好的慢慢磨它。这是一把粉末钢的刀，我们来试试看它到底可以磨到什么程度。可以，这个搭配可以。非常的顺畅，所以是可以这样子搭配的。的确就是状况会差很多。对，
就是你的微锯齿的状况不一样啊，对，然后搭配钢材的特性，的确就是会差很多。